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呢，最主要的话题是我会跟大家分享这3个月的时间，我是如何开发出自己公司使用的20套软体系统，还有就是我是如何透过与 AI Agent 的这个协作呢，去把我自己的工作流程给提炼出来，变成这样子的一套软体系统，变成依靠科技、依靠 AI 去让整个公司能够做到更高效率的一个运作。那我在我这3个月的体验当中呢，我会觉得其实写软体已经不是变成一个是非常技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它其实变得非常好玩，就是因为现在 AI 能够帮你把软体上面最难看懂、最不人性或者是最需要技术控的一些东西呢，全部都自己处理掉，而我们人呢，只需要负责的是关于创意的部分，关于你怎么样设计自己的流程，关于你怎么样设计自己需要的一个系统的界面。所以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很了解自己在做的工作，你很了解自己工作需要的流程，很了解自己的业务，很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帮手，那你是很适合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开发出属于自己的一个软体的。那从我自己的定义，其实一开始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想要把它做成一个系统的，一开始我一般上的做法呢，更加多的事情是让 AI agent 直接帮我做，也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基本上我是使用 Cloud Code 或者是 Codex 这2个 AI agent 的工具呢，去帮我把一些工作任务给完成。那把这个工作给完成之后呢，我就发现到，可能我需要重复性的继续的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skills， 它就是一个技能，我就能够重复的帮助我持续性，可能每个星期都做同样的事情，帮我把这些工作都完成。那在 skills 运作了一段时间过后呢，我发现到我需要更多的东西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让我整个团队都能够使用同一套系统，大家都能够同时间 update 同一套东西，那我就需要把它变成一套系统，一套可以视觉化给所有人看得懂，AI 又可以跟它一起协作的一套系统。所以呢，其实它的整个路线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开发软体而开发软体，而是为了解决公司的某一个问题。我发现到只要你抱着那个心态是，我今天想要解决我工作上的某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就是在这一个工作的事情上面让我觉得非常烦恼，比如说很像我们公司每个月需要去做一些 claim，就是我们需要把自己对公司的一些开销去做报销，那这个是一个很重复性、很繁琐的一个工作，或者是我发现到我这一整个业务流程上面我的掌控感不够好，我觉得我对很多资讯非常的缺失，我很需要依赖我的团队来向我报告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讯号，它让你知道，其实你的这套东西很适合发展成一个系统，利用软体、利用科技的方式呢，直接让你能够很清楚的掌控全部的东西，同时间呢，也能够随时的帮你做起这些事来。现在呢，靠着 AI 的方式呢，我就能够解决完所有这些的问题，我并不需要一个人类的介入，甚至是如果我有一些非常紧急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够非常短的时间里面，甚至是可能半夜的时候，突然间想到要做一件事情，我能够随时调开我的这个 AI 就直接帮我去做起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思维上面对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其实现在在管理我的公司也好，或者是在处理我的日常工作也好，都会是想着怎么样可以让 AI 跟我一起协作。那当然，终极的目标是完整的交给 AI，完全的自动化，让 AI 去执行嘛。但是我觉得在做到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首先呢，我觉得人类是需要做最后的审核的，就是你发现到，如果你完全只依赖 AI 去做很多的产出呢，基本上现在差不多有70%的任务呢，还是需要经过我去审核才会往下走的。如果没有经过我直接往下走呢，那很可能走到后面会越来越偏，然后最后产生出来的这个工作成果呢，它会是不好的。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如何去平衡什么时候人类要介入，什么时候完全由 AI 来执行，这个我觉得都是需要一些经验的累积，同时也需要你去了解这整个业务流程，你才能够完整的做好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可以做到的程度就是大概8到90%，但是最后的这个10%呢，还是需要经过人类去做最后的 fine tune，去做最后的修饰，去做最后的审核。如果你少了这个部分呢，我觉得那个整体的质量会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我今天就会分享我在开发了这20个软件、20个系统之后呢，我自己意识到的，我把它们分类成几个不同的方向。我觉得这几个不同的方向是帮助你去思考，我在打开 AI Agent 的时候呢，我应该让它去做什么样的任务，或者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运作一个公司，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开始我自己的工作，去让 AI 可以参与更多，那我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设计？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优先执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向是真正可以现在就落地的。
首先呢，我自己觉得最核心的肯定是你业务的执行的一个系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办法把你的整套工作流程呢，把你整个公司提供价值的地方，就是真正有在卖别人钱，真正有帮你的公司赚到这些收入了这套流程呢，变成一个系统，那你肯定是能够节省更多的事情，或者是你肯定是能够更快的 scaling up 你的整个服务的规模。你就很像这个是我觉得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会很依赖我有多少个团队成员来决定我能够服务多少个客户。但是今天呢，我把这整套流程变成一个 AI 系统，变成一个科技的系统之后呢，我就有可能用越少的资源，甚至是就只有这一套的逻辑呢，直接可以服务成千上万的客户。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最底层的差别。我在设计一整套流程的时候，我会尽量的让它是能够去 scaling up 的。如果这整套流程不能够 scale up，那我就会去评估到底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是我可以去调整的。那举例来说，我就拿我自己在做的，就是现在我们在帮助客户做的是 AI search 的这个工作嘛。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的品牌能够在被 ChatGPT 找到。那这件事情基本上做的事情的底层呢，它还有一部分是在做 SEO，有一部分是在做网站的优化。但是在做这个网站的优化的过程中，一般上我们要做的流程，你可以想象还是有很多个步骤的。比如说，我需要去研究我的这个客户他的这个 business。然后再来呢，我需要研究我的客户在互联网上面或者是在 AI 上面的曝光率跟他的竞争对手比起来有多少。那再来，他可能需要对他的网站的架构或者是网站的后台、网站的技术的部分做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再来呢，可能他需要研究目前为止网站上面的内容是不是适合，以及竞争对手的网站的内容是写得如何的好，他们的差距是什么。还有可能是有更多的因素是需要考量的，最后你综合起来所有的资讯呢，你才能够把它变成一套哦。那我的内容应该这样改，那我应该不是改内容，我应该去改网站的后台。那我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比以前更好了，我要做的可能是这样，就是你的整套决策系统，或者是影响你的业务要做的下一个动作，或者是当你真正提供价值的地方，是因为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你知道怎么去解决嘛。但是为了找到这个问题，你其实是需要透过很多的工具调用，或者是需要去很多个不同的网站，开不同的工具，使用不同的分析的软件，最后变成一套完整流程嘛。但是呢，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直接把这整套流程全部都进入到我自己的系统里面，它每个星期呢都会把每一个流程都跑完。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想要做某一个调查，或者是我想要知道现在这个网站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只需要跟我的 AI 说，你帮我研究一下这个网站我要做什么，它就会按照我本来把它设定好的这个逻辑，比如说可能跑完了前面我们提到这么多的这些流程，它就会帮你整理出来，第一个流程我获得的东西，第二个流程，第三个流程，第四个流程，这些都是我获得的资讯，然后经过我的判断，经过你给我的一些经验呢，最后我觉得是要这样做。所以，当你能够把整套业务流程都完整的变成一个 AI 看得懂，AI 可以去执行，然后让 AI 可以直接去帮你运作起来的话，其实在时间上是非常非常的省的，整体的执行效率，整体的杠杆的放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但这个时候呢，我又发现到，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我的所有团队都有着同样的一套系统？所以我后来就开发了这样子一套系统，现在全部人都是每天只要打开这个系统，就能够看到现在整体的网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大家的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哪一些，至少我把所有的流程都已经全部的整合进这个系统里面，然后这个系统会直接呈现出来。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些数据点是什么？比如说，他获得的资讯是，你的排名已经开始在掉了，或者是你的对手现在已经开始在上了。有了这样子的一些背后是完全有依据，或者是我根据我自己亲手调教出来的一套流程。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就能够完整的让我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整个业务的框架。我现在基本上对于整个业务的掌控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也不再需要依靠我的团队向我报告这个 project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所有 project 现在的情况，我也能够看到更多的细节，我能够随时调开我需要的工具、需要的数据，我也能够随时的对某个客户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我能够迅速的看到整个业务的情况，我就能够迅速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有了 AI agent 又能够看懂我这些流程做的是什么步骤，他也知道下一步他可以怎么做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很快速的跟他探讨出来，怎么样改进客户的体验，怎么样解决当前客户的遇到这个挑战。同时间，我对于整个业务要做 scaling 的时候，我也会更加的有把握。
那再来呢，我的下一套系统呢，其实它是在帮我完成我的报告的。就是我发现到，其实，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时候是需要向很多不同的人去做报告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向你的团队报告现在什么进度，你需要向你的领导层报告，你需要向你的客户去报告到底这 project 目前是做的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把这样的一套报告系统做起来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它其实就回到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你有办法把自己的业务流程完整的展现成一个 dashboard。那你其实已经有了这套报告系统的一个逻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比如说我在见客户之前，我就会马上把我的这样的一套 dashboard，或者是我这个客户的资讯呢，很快速的抓起来，然后直接丢给我的 AI agent，他就会按照我之前已经设定好的方式呢，直接去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是告诉我，哎，这整套东西分析起来，你想要给客户看的一个没有 technical terms，非常简单、非常明确的一个报告的方向，应该是可以长成这个样子。同时间，还可以直接帮我做成 PPT，用视觉化的方式，直接向我的客户呈现。你的竞争对手的整体的进展是这么多，你的进展是这么多，用这样的一套视觉化的方式呢，你能够一目了然的让客户看到，哦，原来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这一个，因为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当一切都变得有理有据，当一切都用视觉化呈现的非常简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对于整个沟通的效率，不管是团队内部的沟通、跟客户的沟通、执行任务起来的沟通的效率呢，都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把自己在做的业务、自己在做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呢，都变成一套非常快速能够整理出来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流程，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我开发系统的时候会考量的其中一个方向。那最后一个我开发的方向呢，更多是一些重复性任务，就是我发现到有很多一些日常的应援是需要不断的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这些工作呢，它其实很无聊或者是很重复，但是它却是不可以没有的。就是比如说这套流程如果没有走，你整个公司是无法运营下去的。所以如果是以前的做法，我们就会聘请一些 admin，聘请一些 intern，聘请一些工作的一些助理来帮我们完成这些重复性的任务。但是在这过程中呢，我发现到其实 AI 就能够做到非常接近的东西。同时间，我发现到这些重复性的任务，当我把它变成一套系统过后，下个月时间到了之后，我就能够马上的看到现在整个东西进展到哪里。同时我也能够马上直接帮我给做好。所以我每个月在做的事情就只是告诉他，哎，现在可以开始跑了，我的数据这次收集在这里，全部去找他，就可以开始去执行了。甚至呢，如果我真的想要的话，我也能够把它变成一套完整的自动化的系统。比如说每个月15号自动帮我完成所有的 claim，每个月15号自动帮我把这些东西，把我的这个月的员工的 payroll，这个月员工的一些 incentive 全部都给呈现出来，全部都计算好。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重复性的任务，我觉得是日常我们在营运公司的时候就会一直遇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面对着请人，你不能够请那么多人的时候，你就必须下手去做嘛。我觉得在很多时候自己创业的时候，你总是会各个方面都需要兼顾，所以各个方面你都可能需要下手去做。但是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AI，就能够帮你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当然说这个 claim 的部分就好了，就是如果我的日常的业务是非常繁忙的，那其实我是很难去兼顾这些细节的。所以我其实之前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 claim，哪怕后来我有了一些 admin 能够帮我做这个事情，其实在整理这些 receipt 的时候也花了我很多很多的时间。我需要去看很多不同的 email，我需要去看我的可能 touch and go， 或者是我的银行的记录是不是有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开销是我没有记录到的。但是呢，现在有了 AI agent， 整套东西就会变得很简单，因为它能够直接的帮我去各个地方抓取需要的数据，它会直接看到我的 email， 知道我这样的 invoice， 或者是它能够知道我之前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开销，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月没有了？所以我发现到，当我把这整套流程整理出来过后呢，它的那个效果完全是比一个人类的 admin 好上很多。然后我也终于解决了这么多年来一直浪费我很多时间的其中这一套东西。那这只是一个案例，当然还有很多案例是我这几年在创业的时候，我发现到很多时候需要重复性，很浪费我的头脑，很浪费我的精力去做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交给外人来做，外人一直都做不好，就是他可能缺乏资讯，或者是他可能手上有很多的工作，他没有办法 focus 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本来期待的是他能够把他的精力花在这里，他结果是我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提供他这些资讯，然后我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整理出来这些东西给他，然后我还需要花精力去检查最后做出来的结果。但是到了 AI 之后呢，现在它能够做一个最精密的一个计算，它能够看更多的这些数据，它做起事来的细节肯定是比我看到更加多的细节。很多时候都是它告诉我这个地方少了，这个地方的号码错了，这个地方没有给我这些资讯，我需要这些资讯。所以最后当你能够把这整套流程变成一套系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
你的整个工作其实会轻松很多。这个就是我发现到我之前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我发现到我在创业这个过程中呢，我做的工作可能是超过3个人在做的事情，那就变成是我最后变成是三头都不到岸，就是不管是哪一个位置上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但是现在有了这样 AI agent 呢，我终于感受到了我能够下班休息，同时间任务还能够跑得很顺。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也是整个 AI agent 改变了我的整个工作方式、工作流程。但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进行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最基础还是要回到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去改变你去工作的方式。那你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呢？不管你再忙都好，你都会找出这个时间来去研究，到底怎么样可以把我自己在做的事情，让 AI agent 去帮我完成，让 AI 去协助我能够分担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负担，或者是更多的一些重复性的东西，或者是更多的一些费力的东西。当我发现到我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我现在能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对人沟通，花在跟公司的人去开会，理出一个更好的方向，花在跟客户建立关系，花在去市场上找寻更多的资源。所以我就发现到，在这几个月的经验里面呢，突然间我能够做到事情比以前多了很多，同时间那个游刃有余的程度却也是比之前好很多的。而且我现在能够更加的感受到我的整个业务能够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我也更加的有信心能够去知道我现在不知道做什么。以前我可能都忙着在我自己手头上的工作我都做不完了，我在可能业务的流程我就已经搞定不到，我一直在花很多时间去做我的业务，我一直在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重复性的任务，我完全没有时间去想怎么样去规划一个公司发展的方向，怎么样去知道自己下一步是什么，怎么样去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源。现在呢，我有这么多套工作的流程 AI 的系统在帮助我的情况下面呢，我就能够花更多时间在这些应该做的事情上面，同时间我对于整个业务的掌控感，对于整个重复工作的这一个准确度呢，却也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个是这3个月来，或者是其实在 AI 使用的这几年来，改变我最多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发现到我的整个的工作思维完整的改变了。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业者而言，其实你从来缺的都不是想法，就你一直以来都会有很多知道自己要做的方向有什么，只是你没有那个余力去做。我觉得 AI 就是很能够完整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想要开始的话呢，其实你并不需要把这整套东西想的那么复杂，你只需要开始的去用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真的去订阅 Codex， 或者是我们真的去订阅 Code。你把这个工具打开，那你可能会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那我的建议是，你一开始就直接专注在你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面。有哪个东西让你很烦恼？有哪个东西让你觉得，它一直占据你的时间？有哪个东西是你很想要解决的？其实我觉得它整套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先遇到一个问题，或者是你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你有一个意愿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你就会开始去跟 AI 讨论怎么做，你就会开始把更多的数据给他，你就会开始把他需要知道的资讯给他，然后就会开始去审核他做的事情。那他审核出来的结果之后呢，就会知道你是需要进行微调，还是需要重新再来，还是你这套工作流程其实已经非常的稳定了。有了这个方向之后呢，现在你就已经把这整套流程给提炼出来。所以你要做的是把整套流程变成一个 skills， 变成一个技能包，让自己甚至让你的团队成员都能够重复的去跟着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做。然后等到你觉得这个 skills 它的管理上非常复杂，或者是它非常依赖 AI agent 的时候呢，你就会把它变成是一整套完整的一个系统。有了系统，它就有了按钮，它就有了视觉化的能力，同时间又有了 AI 能够帮助你去操作这个能力，它就完整的解放了所有东西。同时间，它能够更改任何的呈现方法。比如说，我发现到有一些数据是需要用可能图表的方式来呈现，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用按钮的方式来呈现，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很简单的文字就可以呈现的。如果你只卡在 AI agent 里面呢，它可能只能够用文字去让它运作起来。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建立自己的完整一套系统，你就能够任意的改变你想要看它的方式。比如说我的整个员工 HR 的相关的资料，为什么是只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我不能够换个方法吗？但是之前可能依赖着，我们 subscribe 的这个服务，它不允许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调整，我没办法真正的展现它最直觉、最合理的呈现方法。但是有了这样子的一套软件，你就能够展现出你任何想要展现的东西。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子呈现，它就应该这样子呈现。所以觉得这样子的过程中，我就能够跟我的 AI 一起去开发这样子的一个软件。那我自己的体验心得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到现在还是看不懂
到底这个 software 的背后的每一行代码在说什么，里面任何的代码的东西我基本上都看不懂。但是呢，它却能够不影响我去开发出属于我自己需要的一个软件，属于我公司需要的一套系统。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目前为止的一些心得体验，还有这个星期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